有卫星图像显示，解放军山东舰近日离开海南三亚母港，出现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海域。这是公开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山东舰的首次出动。有外媒分析称，此举意在对美菲形成威慑，宣示中国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另据此前菲方披露，6月19号曾监测到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大连舰等4艘军舰在菲巴拉望岛附近海域向西航行。据一家地理空间分析公司26号在微博账号上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山东舰此前一天离开海南三亚母港，当天出现在菲律宾吕宋岛以西约200海里，约合360公里处的海域。同一天，欧洲哨兵1号地球观测卫星也注意到山东舰在该海域航行。国际媒体对山东舰动向予以高度关注。法新社、印度时报的报道分析称，在中菲南海冲突持续之际，山东舰通过相关海域，目的是对美菲形成威慑，并强调中国在仁爱礁紧张局势中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近一段时间来，菲律宾接二连三在南海发起挑衅，蓄意制造摩擦。美方官员帮腔指责中方阻止菲方运补行动，还威胁称要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如磐石。对此，中方多部门多次澄清真相，驳斥美菲炒作。日前，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通电话时指出，当前仁爱礁局势紧张的根源是菲方背弃同中方达成的共识，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执意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大量建筑材料，企图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侵占。美方应停止纵容和支持菲律宾挑衅滋事，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山东舰在吕宋岛200海里的地方出现了，也就是说，就反映了对于我们周边的海域呢，可以说中国这个海军我们是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决心来随时的进行布防来维护我们相关的这种海洋的这种权益的并且呢，希望相关的国家不要对中国对保护我们的岛礁权利和海洋权利做出某种程度的误判或者误解我想这个信号是非常的明确的。外界注意到，这是山东舰今年首次出动。卫星图像显示，这次在菲律宾附近海域游弋的山东舰并无护航舰队随行。据此前菲方披露，6月19号曾监测到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大连舰等4艘军舰在菲巴拉望岛附近海域向西航行。而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山东舰正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北礁之间的海域。有军事专家分析称，山东舰航母接下来或将在巴拉望岛附近与上述4艘海军军舰会合，随后穿越巴士海峡前出西太，开展今年首次远海训练。自2019年入列以来，山东舰已在东海、南海等多海域开展训练。去年4月，山东舰穿越巴士海峡，经过台岛东南海域，展开首次西太之旅。此后，又在9月和10月连续2次前出岛链进行远海训练，一年3次深入西太，创下了中国航母前出岛链远海训练的纪录。国防部发言人当时介绍，相关训练旨在锤炼提高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还介绍称，中国军队将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观察指出，航母负责海上防御，不会宅在母港中，包括航母、万吨大驱等在内的中国海军海上力量的发展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的提升，能使中国海军有效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于个别侵权挑衅的国家而言，自然也将形成强有力的威慑。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来，美西方纠集他的盟友搞这种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等等一些演习，实际上这种过度频繁的演习对刺激本地区的军备竞赛我想这个是无益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次山东舰这种演习更多的是展示了一种本地区的一种和平的善意的这种力量。深圳卫视注意到，关于山东舰在菲附近海域出现的消息，菲律宾官方截至目前尚未作出评论。该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也并无报道。
过去1个月来，菲律宾马克思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多变，一面挑衅，一面又软化求和谈。菲外长马纳罗上周表示，希望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进行对话，以解决分歧。分析人士指出，菲方短期内就南海问题调门忽高忽低，一定程度与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压力有关。外界注意到，就在菲外长做出寻求与中国对话的表态同一天，菲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现任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宣布，其父亲杜特尔特、其兄弟保罗·杜特尔特以及达沃市市长塞巴斯蒂安·杜特尔特将参加明年5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菲媒分析，杜特尔特政治家族的3位成员如果在选举中赢得胜利，就能对现任总统马克思的执政进行有效掣肘。而莎拉·杜特尔特本人已于上月19号辞去该国教育部部长和反叛乱工作组副主席等要职，彻底退出了马克思内阁，也成为了2大家族联盟破裂的最新迹象。今年1月，前总统杜特尔特在一场集会上对马克思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的行为展开强烈抨击，甚至提出了将其赶下台的可能性。现年79岁的杜特尔特此次准备出山竞选参议员，尽管让菲律宾政坛有些意外，但近段时间以来，由马克思和杜特尔特2大政治家族组成的执政联合团队被打破，已让菲国内的政治平衡发生了变化。近期，俄罗斯与北约对抗风险加剧。在美军无人机多次在黑海上空收集情报并提供给乌军后，俄罗斯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包括在黑海上空设立禁飞区，甚至可击落执行任务的美军无人机。紧张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就俄乌谈判发表看法，表示可以考虑采取第三国调解模式。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可以采用第三国调解模式，参考2022年黑海粮食走廊谈判的模式。当时，俄乌双方代表没有直接接触，而是以联合国以及土耳其为中介进行间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签署时也由中介作为担保，分别与俄乌代表在2份不同的协议上签字。泽连斯基还说，这种模式也可以用在未来的其他问题谈判中，并希望将中间人的范围进行拓展。外界认为，泽连斯基这次表态是对俄总统普京6月14号提出的停火条件的间接回应。当时俄方开出的条件是乌军从东部4州撤军，并书面保证不会加入北约。当时泽连斯基也针锋相对地开出条件，要求俄军撤离。俄乌冲突打到现在，那么对双方的压力都是巨大的。当然，我们相比之下，乌克兰方面肯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为俄罗斯的纵深动员的体量，那么要远大于乌克兰方面。所以呢，理论上讲，乌克兰应该比俄罗斯更迫切的希望结束现在这种消耗战。对泽连斯基政府来说，怎么样尽量的表示打下去的责任不在己方，表示出自己有谈的这个想法。但同时呢，又不至于刺激各方的这个敏感神经，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述还是很值得深思的。欧洲舆论认为，泽连斯基对谈判方式提出一个技术性的条件，态度较之前显得更务实，这与美国与北约对其援助存在很大变数有关。北约刚刚举行换届选举，秘书长将于10月由荷兰首相吕特接任。观察指出，吕特接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他同时还要处理的是成员国对长达2年多的援乌的疲劳问题。实际上，吕特过去几年多次与泽连斯基见面，但身份改为北约秘书长后，态度会否发生变化仍是未知数。主要原因是过去2年，欧洲经济和社会遭受俄乌冲突外溢的负面影响，各国财政也趋于吃紧，军工产能也无法承受长期援乌的任务。而美国的变数更大，在刚刚举行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后，特朗普的表现远远好于拜登，这让欧洲和乌克兰都高度紧张。一旦特朗普成功重返白宫，他随时有可能兑现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特朗普的2位智囊近期就提出，只有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前提下，乌克兰才能继续从美国获得武器。